嘿，大家好，我是悟空啊。今天我们开箱和分享就是我手边这一台最新的 Apple TV 4K 第二代。那最新款的这个 Apple TV 4K 第二代呢，跟之前的这 Apple TV 4K 呢，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实际上内部是做了升级的。那之前的这个处理器是 A10X， 现在升级到了 A12 处理器。那网络方面由之前的 WiFi 5升级到了 WiFi 6。出于好奇呢，我用这个 Infuse 测试了一下内网，大概的速度是125兆的一个水平。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内网速度是完全可以媲美网线的，甚至是完全可以抛弃这个网线，我们不插网线，照样可以很优雅的播放本地的 NAS 的一些影片。这次在广告词里面还特别提到了高规格的 HDR 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一会儿来测试一下这个 YouTube 有没有提升。好，那言归正传，这次呢，它最大的升级呢，可能就是这个遥控器。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遥控器是这种滑动的，而这次呢，终于回归到了这种实体按键。可能有小伙伴看到这个遥控器的外表，就以为是苹果做了一些妥协，实际上并不是，而是一种升级。那之前的这种滑动的操作呢，在新一代的遥控器上是照样支持的。也就是说，它做了的是一个升级的操作，不仅支持之前的滑动，还支持按键的这种操控。唯一降级的地方呢，就是之前是支持这种陀螺仪加速的，那这次呢是把它去掉了。不过我觉得倒没什么，因为毕竟电视盒子就应该做电视盒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一些游戏的功能呢，反而可以弱化。当然了，也许再过1-2年，人家会推出一个单独的游戏版本的 Apple TV， 这都不好说的。好了，我们就不在这里废话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那我左侧呢，这个就是上一代的 Apple TV 4K，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上一代的这个版本呢，本体跟这一代版本是完全一样的。我左手边这个呢，是它上一代这个遥控器。它上一代遥控器呢，是采用这种滑动的导航的模式。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种滑动，如果是移动的操作，还是非常快的。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确定键，所以我每次点的时候都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我这次开箱的是一个澳门版的，所以这个呢，并不是我海淘那个版本，还带了一个小票，上面写着好像是澳门银河。噔噔 ，OK， 好，这个就是它本体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部是它的这个散热风扇。其实拥有这个散热风扇的电视盒子并不是很多。那据我所知 ，Apple TV 还有 Shield TV 都有这个散热的一个装置。简单看一下它的接口，其实接口也没什么好说的，非常简单。这边一个电源输入，一个 HDMI 的接口，一个千兆的网口。对，没错，就3个接口，非常的简单。噔噔，这个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款的遥控器。那从它的外形可以看出，这一次呢，这个导航键变成了实体按键。其实 Apple TV 3代以及2代或者更早都是这种实体按键。大家可以跟上一代这个遥控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其实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导航键，上下左右以及确定。再有就是这次增加了电源键。看到没？右上角有一个电源键，那么你就非常方便的控制这个开关机了。虽然说以前也可以通过休眠的方式去控制，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实体的按键会比较好一些啊。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图标也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这个返回键，之前呢是一个 manual 的按键，其实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放返回键这个图标更加贴合功能。再有就是之前的这个语音在这边，现在呢变成了右侧。这样可能更加合理一些。其他方面就没有太大区别了。这次还多了一个静音按键，然后整体的这个做工呢，还是依然非常的优秀。苹果的这个遥控器看起来就像一个艺术品，然后你拿到背面就好像是一个瘦版的一个手机一样，非常的精美。那我觉得，如果你有5代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只买这个遥控器，因为这个遥控器做工以及它的功能非常符合现在大众的一个使用习惯。本体真的是没有太多区别，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看看还有其他的附件。好，说明书，2张苹果贴纸，一根 Lightning 的充电线，这个充电线是给遥控器设计的。这个就是电源线，
没错，因为我这次开箱的是一个澳门的版本，所以它这个插座呢跟港版的一样，是这种3项的插座。虽然说在大陆用起来会比较不方便，但是没有关系。那万能的淘宝呢，你就可以找到这种8字线，非常的便宜，淘宝、闲鱼都有。这个我相信是难不倒 Apple TV 的用户的。OK， 那我们打开 Apple TV。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UI 界面呢，就是 Apple TV 的一个主的界面了。然后整体的这个 UI 风格呢，非常的鲜明，跟那个安卓确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整体都非常的流畅。然后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其实我这个启动过程呢是直接按这个 Power 键就可以一键调起所有的这个设备，包括你的电视机、Apple TV 和回音壁全都一起调起来了。那关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这边会有一个提示，让你长按就关闭所有。我觉得这个交互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采用 CEC 的这种协议的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这样当你走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关闭了。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长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音箱自动关闭，然后 Apple TV 全都关闭了。再开启。好，已经回来了。那我觉得这样的操作非常的不错。好，再次打开 Apple TV 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Apple TV 的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UI 风格的非常的鲜明，而且整体的动画包括一些流畅度非常的高，而且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 UI 呢，确实要比安卓的机器看起来要清晰很多。那你也许说这肯定是一种信仰导致的，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好，现在呢，目前呢，我已经切换到了索尼自带的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安卓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安卓的系统它的 UI 呢是有一些粗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好，那以一个程序员的经验告诉你，实际上安卓的机器呢通常都是用1080P 去渲染它的 UI 的，虽然这不影响播放的画质，但是这个 UI 也可以看出明显的一个差距的。同样都是 4K 的电视机，同样一块屏幕，它表现出来就是不一样。那为了证明这一点呢，我还特意开发了一个小的软件。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屏幕素质呢是 4K 的，但是屏幕宽度和屏幕高度却是1920、1080，这就充分证明了它的 UI 呢确实是用1080P 渲染的。所以你看到它的界面呢是有一点粗糙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如果接到60寸的电视机或者更高尺寸的电视机，那安卓的这个系统的 UI 会显示的更加的粗糙。那相比而言，如果你是 LG webOS 的系统或者是三星的系统的话，也没有这个问题。那只有安卓是有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谷歌在这方面努力，看看有没有新的方案来适配这种大屏的 4K 电视机。好，那这边回到了这 Apple TV 的这个界面，我们再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体这个流畅度简直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这个交互我非常的喜欢，尤其是这个移动图标的这个体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图标移动一下，我们就可以长按它，长按之后这个状态呢，如果你按下这个暂停键，你可以把这个应用给删掉，也可以新建文件夹。那整体的这个触摸板呢就可以起作用了，看到没？整体的这个操作呢，就好比是有一个手在上面移动一样，非常的便捷。那我想这种体验呢，我估计在安卓上是很难体会到的。我这次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32GB 的版本。我们点开设置看一下。好，在这边这个系统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具体的型号是 A2169。那虽然是32GB 的，但其实我装了很多应用，也没有感觉很小的样子，算是够用吧。目前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14.6。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1代这个速度也是挺快的，能够达到接近400兆左右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水平。不过大家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2代是可以轻松的跑到500多兆，所以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进步的。毕竟都已经时隔4年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用的路由器呢，本身就是 WiFi 6的，肯定用 WiFi 6的这个协议会更好一些。这个 Apple TV 呢是根据账户来定制它的这个使用内容的。那这边我登录了3个账户，分别是港区、美区和国区。每个区域它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切换到国区，给大家看一下。回到主界面，大家看到其实我下载的应用呢，其实还在，没有丢失。
但是 Apple TV 没有了。的确，因为 Apple TV 呢是根据账户区域来划分的，国区呢确实是不支持 Apple TV Plus 的，所以呢，这个国区是不可能免费领取这个1年的这个福利的。好，我们回到设置界面，然后现在我们再切换，我们切换到港区。当然，这些账号都是我自己购买的。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主界面，大家可以看到 Apple TV 就回来了 ，Apple TV 呢就可以使用了。这里面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这个免费试用1年。我们点击这个免费试用1年，确认之后，它会告诉你你要提供付款资料。没错，就是这一步卡住了很多人。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港区的这个信用卡的话，不好意思，你是领取不到这项福利的。当然了，如果你在座的观众你确实就是香港观众，或者是台湾的小伙伴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轻易的可以领取到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一个 Apple TV 的一个免费的影片，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好，比如这个影片 ，OK，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播放了。整体的这个清晰度呢，非常的高。那由于版权的原因呢，我先给它静音吧。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这个滑动的这个滚轮怎么出现？这个非常简单。我们首先在播放影片的时候点击暂停，然后长按一下这个导航键，大概有0.5秒左右吧，就可以触发这种滚轮的模式。这个时候我们再滑动这个滚轮，就会出现这个发布会之前介绍的这种功能了。好，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安卓的电视盒子开发了这么一个小软件，目的就是方便大家去输入英文。非常的方便，也有很多人下载使用了。但是今天我们试用的这个 Apple TV 并不需要，因为这个功能呢是系统内置的。只要你在你的 Apple TV 里面有输入的操作 ，OK， 那你打开你的 iPhone，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弹出一个输入框。那这个时候我们输入，它就会同步过去。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快捷？那这个操作是系统层面的功能。那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安卓能够有这个功能就更好了。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流媒体方面的一些表现。那首先是自家的这个 Apple TV 加，自家的这个 Apple TV 加呢，我们就找一个免费的影片看一下。OK， 目前已经播放出来了。那通过索尼的这个屏显按钮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正是以 HDR 的方式在播放。而且呢，我的回音壁上已经显示了杜比全景声。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油管能不能支持 4K 60帧 HDR。好，我们找一个 4K 的 HDR 视频。那相对于之前呢，它增加了 BT2020 这种色彩范围。以前呢是完全不支持的，所以这次呢它是支持 4K HDR 的视频的。目前是出现了 HDR 的这个标志。可能大家觉得这样就已经完事儿了，对不对？但是这是因为我全程开启了 HDR。好，下面我们设置一下，我们在视频和音频这边选择根据内容匹配。比如我们把这个项打开，然后把自己的这个UI 界面呢改成普通的 SDR。好。这种状态下呢，就是没有开启 HDR 的情况。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试一下，目前也正在播放。我们再次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信号源管理器右下角呢，并没有出现 HDR。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软件做的还有待优化吧，它并没有完成这种自动启动 HDR 的模式。当然，60帧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打开一个60帧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60帧的视频，播起来是丝毫没有任何的卡顿的。唯一的一个小遗憾呢，就是它没有自动的打开这个 HDR。那试过了油管，我们再试试奈飞。那毫无疑问，奈飞呢是支持这个双杜比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左上角已经出现了双杜比的标志。当然了，因为这个奈飞呢早就在 Apple TV 上使用过了，所以呢它是完美的点亮 HDR 的，而且是做到了自适应。那这一点呢要比这个 YouTube 要好一些。这个应该算是除了自家流媒体之外支持的最好的一家流媒体了。好，那下面我们试试两个比较著名的本地播放，一个是
安匕这边呢，我们找一个就是比较高马力的，并且带有多音轨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到它解码这个 AC3 5.1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切换到 True HD 7.1，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声音了，对不对？画面呢一直都有。那这也就是很多视频非常重要的这个音频方面的一些解码，安匕呢在这上面还是不行，至少不是所有音频格式都通吃的，所以单独有一个安匕是不行的。那我们这样试试老大哥 Infuse 播放同一个影片。好，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声音的。我们看一下目前音频方面，目前音频方面呢是 True HD 7.1的。我们再试试这个幽灵档，这个幽灵档呢是 4K HDR， 并且是带有这个 DTS 的。好，点击播放。目前呢已经正确解码了。看一下目前的音频信息，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是 DTS HD 7.1， 那它是可以解码这个 DTS 的。而这些影片呢，其实在安匕里面它是无法正确解码音频的。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国外的流媒体，那我们再试试这个国内的这些流媒体啊。我这边呢下载了2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海外版的爱奇艺，另外一个就是海外版的腾讯视频。好，那这个呢就是海外版的腾讯视频。好，那海外版的这个腾讯视频呢，它这个图标是不一样的，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选项比较少，最多支持1080，但是它字幕非常多，支持简体中文、英文、繁体中文，还有日文、韩文，非常非常多啊！不知道为什么在 Apple TV 上看1080的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软件，海外版的爱奇艺。这里面的剧虽然没有国内版的爱奇艺那么多，但是它不会出现什么 VIP 专属广告的。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海外版的这个爱奇艺呢，就是怎么说呢，跟这个海外版的腾讯视频是差不多的，不过增加了这个倍速的功能。但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肯定不满足于此。我们打开 O-Box， 打开 O-Box 呢，这个其实我从淘宝买的一套，算是一套软件吧。这里面软件非常多，这里面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爱奇艺，还有这个云搜实际上就是这个优酷视频，还有这 ACG 呢就是 B 站。我们打开 B 站看一下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应该就算是把网页都给抓取下来了吧，还挺全的。看一下有没有弹幕，哇，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 4K HDR， 然后还能解码 HEVC 啊。目前我是把弹幕关了，我把它显示出来。哇哦，这么多弹幕，好吧。那这个看这个 B 站还是不错的哈。不过这些呢都是收费的，就是这些软件呢都是我从淘宝上买的。那未来呢我会研究研究，看看自己怎么弄一个免费版本。这个呢就是爱奇艺，那这个就分类就相对刚才那个要多了很多，这个完全是国内的这些资源。然后再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直播的软件，这里面就是 IPTV 这个软件非常出名，我们试一下这 IPTV。那首先这个软件本身它是收费的，然后里面的源呢可以自己找，也可以从网上买。那为了节省时间呢，我是从网上买了一套。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切换的速度 ，CCTV 1，往右滑呢就是这个节目列表，我可以看到这里面台相当多呀。这样吧，我们感受一下它切换的一个速度，在晚间的时候呢，它还是切换有的时候有点慢的，不过只要播放出来，它的这个清晰度还可以。在这个软件的最左侧呢，是它的这个分类，这里面大概有1000个频道吧，然后也有一些包括什么凤凰卫视之类的，不过它的这个速度呢一般般，而且是需要扶墙的。现在是晚上8点35分，那目前这个速度一般般吧，就是它这清晰度一般，但是能看。好了，那我们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这个 Apple TV 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系统、生态、UI 交互各个角度
来看，这个 Apple TV 的体验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可以说跟安卓电视盒子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尤其是在这个 UI 方面以及交互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完美的，配合苹果全家桶，苹果的这个生态简直是无懈可击。当然了，有一些功能呢，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没有介绍，比如说自家的这个 AirPlay。可以告诉你，这个 AirPlay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至少不比这个 Chromecast 慢，所以投屏也是完全 OK 的。再有就是共享音频的这个功能，可能我也没有介绍到因为这个是需要这个 AirPods Pro 的耳机或者是 Max 的耳机的。我自己那个第一代的这个 AirPods 好像是不支持的，至少我测试了一下，没有出现那个共享音频的选项，有点小遗憾，所以就没给大家演示。那再有就是网友比较关心的说，视频解码有没有支持 8K？ 那我自己也亲自试验了一下，我发现这个 8K 解码支持的并不是很好，就非常卡顿，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大篇幅的去介绍。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因为绝大多数的电视盒子都是不支持 8K 的，至少我接触的电视盒子里面，可能只有当贝 B3 Pro 以及 Z1 Pro 这2款是支持 8K 解码的。再说这个目前这个 8K 电视机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普及，所以这个可以往后放一放，或许有一天出了这个 M1 芯片的 Apple TV， 这也不好说呢，对不对？好了，那下面我再说一些这个 Apple TV 值得遗憾的几个地方吧。那第一点呢，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油管的 HDR 呢，虽然它表面上是支持了这个 BT2020以及 HLG 色彩空间都支持，但是它并没有自动点亮 HDR。那在我看来，这可能算是一个小的 bug， 可能是油管这个 app 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固件的原因。因为我之前测试过的这个 Apple TV Plus 加以及奈飞都是可以自动点亮这个 HDR 的。再有就是 Apple TV 呢，因为没有在国内上市，所以在 Apple TV 上你没法使用原生的这个 UI 腾。如果要安装的话，你只能使用这个海外版的爱奇艺或者海外版的腾讯视频。那这样的话，内容就会少了很多。当然了，你如果花点钱的话，也可以使用人家开发好的这个版本。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我哈，但是我最后给出的一个答案呢是值得买。之前呢我是纠结了好久，但是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因为值得买这3个字呢，只是针对你个人的，所以你问谁都没有用。符合你的预期，符合你的需求，又符合你的预算的话，那你就买；如果不符合的话，你就不要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你问谁都没有用的关于 Apple TV 我能介绍的也就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各位观看我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和分享。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